我叫陈修匠，今年38岁。那我从事遗体美容跟遗体修复的这个工作8年多。那我经手的遗体有几千具了。在我30岁之前，都是所有的这些黑社会的分子兄弟，就是进出监所5、6次。回到社会之后，无形中地位是被提升的。不是常有人讲一句话说越关越大尾，就是莫名其妙多出一堆小弟弟叫你大哥。关了几年之后，突然就顿悟了，我想要做好人，我需要一份正当的工作，需要一份对我是具有意义的工作。医院太平间或者是殡仪馆，这是我们工作最常出入的地方。我特别专长的是在遗体的修复跟重建的部分。人死亡之后，他的身体组织，包括他的肌肉纹理、面容，跟活着的时候是不一样的。那何况他是有缺损，比如说，如果是要做脸部的局部的塑形跟重建，必须要看到一张2D 的照片，就能够去做出它一个3D 的脸。像车祸意外或者是刑事的这个杀人的案件，要用像外科手术的方法来帮他修复缝补。那如果说离体断肢是已经找不回来的，可能就是要用细胶灌模的方式帮他做移植。这些事情我们都必须让家属事先知道。我们做重建附加上去的东西，都是本来不属于他身体的。重建的过程完全就是要靠我们的双手，过程是非常冗长，可能最少都要20-30个小时。大部分的人对遗体本身就是带有非常多的禁忌，我们必须让民众、必须让家属知道，其实你的亲人没什么好怕的。做这个行业，你必须放下很多自我，而且足够坚强。14年，澎湖有一场空难，我们去召集这些同业之中有相关技术的这些朋友，一起到澎湖去做志工，去修复这些罹难者的遗体。在同年的7月底，相隔1个礼拜的时间，在高雄又发生了一场气爆。我们所服务过的这些罹难人数的总和是76个人。我想在台湾没有这样的志工团体，所以我就跟我们那些所有的伙伴讲，我们是不是应该成立这样的一个团体，专门协助这些灾后处理。我们76行者这个团队一开始27个人，到现在我们将近有300个成员，是台湾唯一，也是目前台湾最大的一个遗体处理的公益性质的团队。所有的大灾难，这些意外来的都非常的突如其来。罹难者本身他的死亡过程可能都是莫名其妙的，家属他本身也是莫名其妙的。那我们希望可以在这个时间点提供他完整的一个协助跟帮忙，让他可以更有勇气的去面对未来。我们主要的经费来源还是必须要自掏腰包，一次最少都要几十万跑不掉了。印象最深刻的台南那个维冠大楼倒塌的事件，一次死了100多个人。我人生第一次觉得那个场景就是所谓的人间炼狱。我印象中在那个地下室，哭声从来没有断过，我到现在都还记得，好像那些声音到现在我都还听得见。你昨天采访到最后就哭了，你我很怕老师哭了，是不是？发现老师快哭了，赶快转移下一个问题。我的心还是很苦。有时候工作忙起来的话，可能
好几天家人都见不着我，对家人的一个歉意，有时候会变成我们工作的一个动力。长时间工作，心里面常想的就是我要赶快把它做好啊，做完我要赶快回家抱我女儿。其实我觉得死亡是不应该害怕，而是你必须积极去面对的。我现在害怕死亡，是害怕我的时间不够多，我想做的这些事情还没有做好。